钓鱼岛呢出现数百只山羊，专家呢紧急前往调查，最终呢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这些山羊呢不是凭空出现的，目前调查得出的结论是，当年日本人放在这儿的，因为当时呢山羊的数量并不是很多，再加上钓鱼岛比较大，这才一直没有被发现。小日子呢，是不是闲的没有事干？为啥非要在这里投放山羊呢？其实背后呢，可能有几个非常阴暗的原因。首先就是山羊的品种啊，他们当年投放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山羊。要是再晚个几年发现啊，等这些日本山羊的数量暴增时，他们或许就可以突然站起来表示，钓鱼岛上的都是日本山羊，那就是钓鱼岛是属于日本的一个铁证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通过投放山羊的方式来破坏钓鱼岛啊。咱们都知道山羊平时是要吃草的，但如果你不对它们的进食行为加以限制，数量多的山羊就可以直接吃空一个草场。所以说那些平时养山羊、绵羊的养殖户放牧的时候，都是先吃这个草场，过段时间呢再吃那个草场。和这些钓鱼岛上面的山羊平常根本就没有管，再加上呢岛上没有天敌，那不是想怎么繁衍就怎么繁衍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就这么不加限制的持续下去，钓鱼岛上面的植被呢，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些山羊啃得一干二净。到时候呢，钓鱼岛上面将会出现严重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，整个岛的自然环境和生态链呢都会出现严重破坏。就算我们不会把钓鱼岛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，也不会让人过去住了。但就是日本人这种破坏岛屿的行为呢，已经足够无耻了。更令人胆寒的是啊，日本人竟然真的可以无动于衷的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。当年呢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啊。虽然说最后我国呢是获得了钓鱼岛的控制权，但他们临走之前搞一些小动作，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啊。好在我国及时的发现，目前已经处理了这批山羊。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